就像耿市长说过的那样，这再过100-200年也是文物。在大同的这几天，每天都路过一座华丽丽的牌坊。这是一座3间4柱7楼的琉璃牌坊，相当于法华寺的山门，上面有云龙的图案，色彩斑斓，光彩夺目。2008年，大同市政府在塔寺原址基础上开展整体修复工程，修复后正式命名为法华寺。法华寺有4进院落，从琉璃牌坊旁的小门进入，庭院内两旁是钟鼓楼，造型奇特，有北方牧民居住的蒙古包的特点。法华寺的钟鼓楼呢是圆形的，你看比较特别，在别地儿没见过。他扒了一下门缝，说里边的味儿他受不了了，特别臭。你看那个亭子里头那刻挂了个钟，你能看见那个钟吗？看见了。对，那挂的钟呢是钟楼，那里边挂了面鼓，看见没？圆圆的红的那个鼓，那是鼓楼。你瞧这砖都是磨砖对缝的工艺，虽然它是复建的，但是比较尊崇传统。这里有金币，这里头。是的，他们想祈福。这是莲花，宝宝，荷花是那个大瓣的，这个是莲花。院内正中央是坐北朝南的天王殿，匾额上法华寺3个字还是从颜真卿作品里集的，后面大雄宝殿的字是苏轼的，也是如此。孝道几时方河口，坐来无日不开怀。殿内供奉的是弥勒佛，左右两侧是象征风调雨顺的4大天王像，也叫4大金刚。弥勒佛背后塑有韦陀菩萨。通过两侧的月亮门看到的是三世殿。哇，好清楚啊！这个大殿主脊上面有一只小鸟，这个砖雕也很清楚。右边是一只大象，左边是狮子。三世殿，殿内供奉的是3大士菩萨，观音居中。三世殿东西两侧建有伽蓝殿和祖师殿。再往里走，大雄宝殿赫然出现在眼前。这个出檐好广，所以都拍不全。殿内的塑像灵活生动，面容祥和。你看，你抬头，你看那个大大的就是斗拱，一朵一朵的。宝宝，你看顶上这是藻井。快看，没想到竟然是座白塔。一转到后院，视线豁然开朗，一座白塔傲然矗立在空旷的院落里，好似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法华寺里最古老的建筑就属这座白塔了。清道光大同县志载，新寺在城东北，明时建，久废，砖塔存。也就是说，在明清时期，这里是先有塔后有寺，因此当地人就称这座寺院为塔寺，也就有了老大同人口中的塔寺街。塔寺里的这座塔始建于元末明初，是一座藏传佛教中盛行的覆钵式砖塔。1984年，大同市政府对此塔进行修复时，在塔顶天宫中发现了一部民国时期撰写的《法华经》，因此这座塔就被称为法华塔了。塔北面的藏经阁名叫藏真楼，建筑形式呢跟北京雍和宫里的法轮殿很像，是僧人念经学法的地方，主要供奉着2部堪称镇寺之宝的经书，是法华寺住持万德法师历时3年刺血书写的血书经塔，听说是法师3年内不吃盐的情况下书写的。今天我们有2位游客跟我说，这个血为什么是这个颜色的，为什么不是深红色的呢？
好像我们深红色的血液在大家的印象里已经认为它就是一个正常的血液的颜色。那么我们师傅写的雪晶塔为什么是这个颜色呢？因为他发了大愿要完成这几部雪晶塔，在2005年到2008年闭关3年写了15部金塔，其中4部为雪晶塔。这4部雪晶塔分别供养了我们寺院。藏真楼里的居士很热情，一提到耿市长，更是笑容满面了。08年是以后重建的这个愿望，要跟市长来的时候给重建了。下边有舍利，有一部《法华经》，以这个《法华经》命名的这个法华寺。刚才听藏经阁里的居士讲呢，说是08年耿市长来之前呢，这个法华寺里面只剩下这一个700多年前的一个覆钵式佛塔了，跟北京的那个白塔呢是同一时期的，有700多年的历史了。白塔以外的这些建筑呢，都是耿市长来以后复建的。就像耿市长说过的那样，这再过100-200年也是文物。关注1毫米足迹，跟我们去旅行吧。